这期来说一些不同的内容。这一期视频有可能会彻底推翻观众对佛法的认知，因为这期视频要为接下来的几部视频做一个铺垫，而接下来的几部视频都是为了令这部视频中维摩诘菩萨的不二法门更加圆满。先来个烧脑的句子：着相遍及在任何人的生活中，如果你不会着相，那你就不能成佛。着相会带来烦恼，烦恼一转就是菩提。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着相，就找不到烦恼，找不到烦恼，也就找不到菩提了。虽然你每天都在烦恼当中，但是你却找不到烦恼，因为你还未曾知道自己着相。这段话未曾离开楞严经，也没有离开维摩诘所说经。看完这个系列的视频，再来看这段话，或许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着相，如果不学佛法的朋友，理论上对这个词语会是很陌生的。如果要我来解释的话，一动念就已经着相了，只不过这个相极其微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发呆的时候，脑海中的画面自动闪过，然后突然回到现实，这个突然就是一种动念，这一动念就是着相。这个比喻应该可以让人更直接的明白什么是着相了。我也可以直接把如何不着相的答案说出来。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也非常困难。简单就在于它便是上一部讲述开悟的那部视频，维摩诘菩萨所实现的不二法门，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这就是不着相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是不可能做到这个境界的，因为我们不断摆思想，对静心竖起，我们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怎么可能会做到完全没有文字语言呢？我们的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文字语言，就算是这个视频，也有赖于文字语言。对于明心见性的人而言，从着相到无有文字语言，虽然只是刹那之间，但如果看了不二法门品这个视频的人，在当下依然不能入不二法门，那就代表无有文字语言这个方法尚未是诸位最合适的方法。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是从自己的烦恼处去下手的。所以我要先说着相，因为我们着在种种相上，才会生烦恼，因此我们必须要观察到自己所着之相，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我们要观察到自己所着之相，就要知道什么时候在着什么相。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一个人从起床的那一刻到睡觉的那一刻，乃至于做梦的时候，无时无刻都在着相，没有停过，从出生到此刻也一直在着相。那什么是着相呢？前面有说，我们延续前面的话，动念就是着相，这是非常微细的着相，本来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一着相，如果我们观察不到，我们就会一直在这个相上转。我用比较世俗一点的例子，例如我们很喜欢说要给别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我们一旦有这个念头，这就已经着相了。这个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第一印象上的，在这个相的背后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反过来看，也就可以看出我们早就着在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上。其实跟别人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只是前世之因，今世缘分成熟，所以对方的第一念就会延续于你之间前世的业力，而你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不需要去做出回应，但是要发菩提心，用四摄法去摄受对方，将这些前世的种种业障，用清净的菩萨行去净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你国土中的众生，如果他对着你不能清净的话，你也就无法成佛。前面这些话，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行的。要知道对方对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互相在前世结下的业力，千万不要跟着业力跑。如果当中有贪嗔痴慢疑，不要跟着这些业力跑。我们继续来说着相，刚刚我们仅仅起了一个念，认为要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就已经着相了。我们反过来看，会看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我们往未来去看，我们所着的这个相将会演变非常多分支，而每一个分支都是着相。首先我们要知道，有缘的人并不需要去在意什么第一印象，因为大家的业力相近，很容易就会相处和谐。只有面对那些无缘的人，我们总是要营造出完美的第一印象，去跟别人接触，让对方内心舒适。但是大家在生活中都会知道，真正能跟自己聊得很愉快的，顶多只有1-2个，而不是7、8、9个。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与对方交流，每用一种方式都是着相。例如我面对高大威猛的人，我要讨好对方，
我要尽量忍让对方，为了做到这件事，又有很多不同的做法，这些做法全都是着相，偏离了清净自性。例如我面对优秀的人，为了要跟对方做好朋友，我要想尽办法让他得到好处，我要多请他吃饭，多跟他交际，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这些做法全都是着相，偏离了清净自性。因为无缘，所以要做很多的事来维持关系，而维持这些关系的背后又有各种不同的相。例如着在财富这个相上，财富的背后则是着在穷富的对立相上，穷富的背后又有很多相，例如高低、上下、强弱等等的相。因为富人在这个社会被视为高位，上层有财力，穷人则相反，而种种的对立则是建立在动念之上。好，我们再随着推过去，一对外境起念，这个相便是境界相。在大乘起信论中，马明菩萨有说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圆长六粗，三系便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一动就有无明，起了无明，就会出现楞严经卷4中那些境界相续的过程。在所见的境界下，其种种对立，经过无量劫演变，我们已经遗忘了清净自性，以为解脱是在外面去寻找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呢？我们为什么想要权利呢？我们为什么要得到那些未曾得到的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以为那里有解脱，我们以为未曾探知的世界必定有解脱的钥匙，这是一种颠倒的做法。我们本来解脱的清净自性显现了这一切外境，我们不认识本来面目，却在所显现的境界上取之建立之，所以烦恼不断。这个念头推回到动念，过程有点粗糙，但是这个只要能回到动念，着相的这条线能够看得清楚，离解脱就非常接近了。因为极多的人穷极一生都在对立间转，二元对立与清净自性之间的差距仅在一线之间，但是又差天共地。这窗纸如果能够捅破，就再也不会有烦恼，但是捅不破，就会一直流转生死。我们回到着相这个话题上，刚刚我从要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看到未来将会着的相，也看到现在所着的相，也能看到过去一直在着的相，过去一直所着的相，自然就是一切对立的相。而因为诸法因缘起，我们会升起这个念，必然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人，让我们有这个念头，而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位美女或者帅哥，因为只有爱欲的因素，会让我们升起要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个妄想，人从爱欲而生，这个业力已经残留无量劫，只要缘分成熟，恶业就会相续。所以我们到时候当下所着的相，就唯有当下能知道了。也许是爱欲心，也许是想要在对方身上获取一些好处。所谓的好处，这背后所有原因都是所着的相，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当下，如果你因为想要在对方身上获取一些好处，而维持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背后的所有原因也会同时现行，也就是所有二元对立的相。这些相难以一一尽说，因为一切对立相都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互相为缘，数目之多难以估量。大家在生活中可以自己观察，当你每重复一次我要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的念头时，所有有关联的相都会变得更坚固。那么你在未来就可能会依旧用这一套想法来应对外境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业力相续，不断种下重复的因，又结下重复的果，所受的果便是强化要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的做法。就像困在一个牢笼里，受这个念头所困，一直脱离不出来，在人前会有绅士风范，在人后颠倒万千，不断找解脱。前面所说的便是对无缘的人所着的相，但不代表我们面对有缘的人就没有着相，我们面对有缘的人依旧会着相。最近的一层因缘就是自己父母，我们出生需要有父亲的因缘和母亲的因缘，加上自己的因缘，我们与父母的因缘是最大的。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家庭不和睦的现象，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没有沟通的，父母也不了解自己的子女，子女也同样不清楚父母的想法。部分父母对下一代有自己的想法，希望下一代能够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去成长，也许是让子女过得快乐，也许是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从小开始学习，也许是让子女自己学会独立面对问题。无论任何一种方式，这只是父母自己的业力所着的相，便是有所得之相，以为子女按照某个特定的路线去发展，就必然有所成就。但子女同样也有自己的业力，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必然经过小学、中学或者大学，而有些学生会觉得学习就像活在监狱、活在地狱，有些学生则享受学习，并且自己会不断与更优秀的人竞争，令自己的成绩变得更好。无论是哪一种想法，都是着相。活在监狱便是地狱道的业力，喜欢竞争便是阿修罗道的业力。子女所成长的过程一直都是依照着自己的业力
与父母的管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上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知道了，没有任何一个子女是100%按照父母所安排的路线走的，因为子女有自己的业力。父亲与儿女之间，父亲若有父亲的想法，父亲需要管教儿女，这便着了父亲的相。母亲与儿女之间，母亲若有我是母亲的想法，母亲需要管教儿女，这便着了母亲之相。但儿女若着了儿女的相，认为父母需要事事为自己着想，或者认为父母对自己一切做法都是一种控制，这也是着相。双方所着的种种相，其实都在自己的业力内，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业力。因为有缘，有多生多世因缘，所以每段成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都会有稍微的变化。业力成熟必然会现行，一旦业力现行，便要经历。家长与子女之间所会经历的一切事，既是双方业力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对他做出了回应，就是着相。与父母的业力因是多生多世结下，一天是父母，一生是父母，在这一生的关系上是固定的，关系无法更改。所以如果业障深重的人，只会觉得这是束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一个方法能够趋向佛道的方法，便是孝。孝是以无所得之心而起，行孝能忍辱，能行禅定，看似是在为父母着想，实际上却是在扭转自己的恶业，转恶业为善业。如果你感到父母对你百般苛责，那就行孝；如果你感到父母对你万般控制，那就行孝。行孝为第一步。行孝是无所得，不为己，亦是消除业障，因与父母缘分最深，牵涉业力最大，转与父母间的因缘，便能转自己的恶业。更重要的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与父母的关系之间，寻找方法，令父母体悟到自己的自性，这是重中之重。有缘的人，还有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与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通常都是天天在一起，从不厌烦。就算双方有小摩擦，也很快就能磨合。这种关系也最易使自己有所执着，因为大家的思想相近。如果是懒惰的人，两个懒惰的人互相交流，所谈的也必然符合懒惰，所着之相也与懈怠离不开关系。两人用懒惰的思维互相加强对方的执念，那么懒惰的业力便会增长。这个种子一旦种下，如果不能用精进法门对治，每当缘分成熟时，依旧还会再次现前。如果是一起奋斗的人，大家一起交流，只交流大家所互相认可的想法，那么这些想法便是所着之相，而且因为想法相近，所以双方都不会指出对方的问题，只会越来越认同对方，因为想法相似，因此双方互为因缘，互相增长对方的执念，只会使所生之念更加坚固。例如管理层的人，大家为了要管理好下属，大家所思考的事情便需要围绕着公司的利益。又或者两个同样喜欢吃美食的人，两个同样喜欢旅游的人，两个同样喜欢看电影的人，所有相同兴趣的两个人都会因相同的业力而互相吸引，而这所有的相都离不开有所得以及一切对立想法。当这两个人缘尽时，在12因缘中便是以道生缘老死，缘分结束了，自己没了最好的朋友，又会陷入到无明当中，想要重新找一个知音人，因为有了知音人，内心才舒坦，舒坦就解脱了，所以以为解脱是从外境找来的。这一动念，这一着，又着相了，着在有为法上。这期视频粗略讲了着相二字，先明白何为着相对接下来的视频十分重要。这期视频是着相，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就来讲离相。